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推荐个教的第10期，我是景虾。在上一期视频原始新安州的推荐呢，已经过去了1个月了。那么本期应评论区粉丝的要求呢，给大家来推荐一款 MG。这一次要登场的主角呢，是在2018年5月以4000日元的发售价发布的 MG 201号高达 F91 2.0。F91 呢，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台机设，模型化呢也非常出色。高达 F91 呢，也是基于方程式计划的前身机。如此小型化的 MS 拿在手中把玩的手感一定是相当不错的。推荐理由的第一个呢，是因为本款套件附带了2枚头雕，一颗呢是造型头，一颗呢是变形头。这次的逼设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方了，不过变形头的火神炮部分呢没有分色。不过要说开合的缝隙还是控制的比较好的。比较让人惊喜的地方呢，是这款 F91 的基板、胸口格栅里面的散热片以及背包喷口的内衬呢，都是有金属色涂装的，而且背包这里的嵌套分件呢非常的细致。作为主打还原的 2.0 呢，分色自然也是非常细致的。这台机设给我的感觉呢是简单内敛，不过要仔细斟酌的话，很多小分口还是有分色的，所以呢一点也不会有素的感觉。橙色零件的嵌套方式呢非常的棒，头部的火神炮和胸部的固定封装效果也是相当可以的。不过发声器这里还是有点可惜，用到了贴纸，脚部也可以说是比较惊艳的了。麻雀虽小，虽然这是台小型机，不过身上的玩法可是一点不少。肩膀内的散热片展开结构呢，很好的收纳在里面。不过这个展开的角度啊，是需要自己手动的去把控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不便于固定造型，一碰呢就容易歪。小腿后方3连装的隐藏喷口呢，也是有联动的，展开效果呢非常的丝滑，而且里面呢也可以看到一定的内购。VSBR 的滑轨自然也是有做，枪身的中间呢可以向前拉伸出一段，后方呢也可以腾出一定的空间。关于 VSBR 的握把呢也是可以展开的。不过呢，要注意合绘的造型还是挺难摆的，主要在于这个手很难握到 VSBR 的把手，感觉这一点就让人挺不解的。左边的裙角呢，也可以由机械臂向外拉伸出一段，内嵌了2枚光束军刀的剑柄。那么与之对应的右边的裙角呢，是收纳1枚光束盾的发声器。当然，这一枚发声器顶上的一个黄色贴纸啊，也是由贴纸来完成分色的。手臂上的发声器倒是很好玩，它会有一个向上升起的构造，就冲还原机设这一点，实在是好评了。同时也补充一下，这款模型的背包拆除呢是很容易的，同时呢也是为了配备灯组，大概1张多的价格可以买一个灯组点亮胸口和头灯。不过实际效果嘛，肯定没有官图那么好看，会有些漏色。还有一个比较残念的地方，就是眼睛呢它是无色透明的，所以呢不能用反光贴大法来补色，这一点也应该是为了灯组的妥协吧。然后武器方面也没有什么可说的，简单的可动和展开，握把呢可以上下移动。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啊，发声器和特效键的组合呢不是很好，而且里面会有一定的间隙，导致会有些松动。那么做完一款 MG啊，大家应该也挺在意骨架部分的，外露的关节倒是挺有特色的，不过整体骨架呢不算完整。比如说头部和身体的连接以及小臂手掌连接，这些位置呢都是骨架加外甲的嵌套组合方式。别的像肩胛内部以及裙甲内部这些就不多说了，还是有一定细节的。话说作为一款 2.0 时代的产品啊，它的可动居然不如 1.0。像很多位置明明看着是有更多一些可动空间的，但是它偏偏没有做出来。全身我最满意的还是这个脚掌部分的直装。腰部的话，像 F91 的胸比较有特色，所以呢之前也没有期待会有多大的可动，反而是问题最大的地方啊，倒是这个腿部，我觉得呢是膝盖这里的转轴啊太靠前了。虽然是3段式的一个关节，但是没有向后的引出啊。最后呢是手臂的关节连接件非常的单薄，容易白痕，以及呢胸部的组合度有点差到不像是万代的水准了。那么综上呢，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款模型，4万多的价格，头部呢有变形，而且呢有2颗头，骨架可动紧实度呢差强人意。我感觉呢还是吃了机设的福利啊，造型是真的很美，小机构的还原呢也很有意思，也有一些惊喜的地方，比如说 VSBR 的滑轨手感很好。对比 1.0 版本呢，造型方面改动也是算大的，但是比如可动部分是否更加优秀的话，还有待商榷。只能说呢 1.0 版本做的是太出色了，而且呢还附送了一朵霸王花。不过你要问我手上的这支 2.0 到底值不值得入吧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。毕竟2张的价格，而且呢非常有意思的机设，也算是高达圈的一股清流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景霞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